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祥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钱子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你最近关心什么议题？是健康问题，是毒油的议题吗？而我们的总统可能心心念念都在抗中保台，心心念念都在说现在什么样的威权哦。昨天是民进党的这个中常会，赖总统就特别说，解严39年了，无论威权来自哪里，都要坚定守护自由民主。所以你看到呢，一般民众买单吗？大家期待你把食安搞好，你把经济搞好。很多网友就说，那绿色权威你怎么不说？力挺戒严的绿色党你怎么不说？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包括一些偶发事件，我们可能觉得说，那就是一个偶发的暴力事件，谴责暴力。可是他可以连连看，不断的说故事。现在说到哪里了？这是石柏明夫，他在台中遇袭。那当然，大家把人给抓到了，可能慢慢的审问，慢慢的调查。可是像是自由时报还有镜新闻一系列的幕后报道，说专案小组抽丝剥茧案情逐渐指向一场经过缜密企划的跨境攻击。焦点从香港黑帮一路延伸到疑似藏身幕后的在台协力者，哇，好可怕！你看有黑帮在台协力者，昨天还有人说，其实攻击的目标是萧美琴，然后呢？石柏遇袭恐怕不是单纯花钱买凶伤人，从台湾搜情、境外指挥、黑帮执行、长臂管辖这样的连连看，这样的说故事，到底是天桥底下的说书人吗？如果有事情，就赶快把这个调查的结果来龙去脉告诉大家。媒体不断长篇雷读，已经好几天了。1个多礼拜了，都在讲故事。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执政党，尤其是国防部部长不断的说无人机载具，无人机要发展，无人机的供应链要飞鸿。好了，那是不是有绿油油呢？9.8亿我们陆军有一个系统是要采购26套固定的无人机反制的一个系统。这个案件有得标厂商叫做创未来，测试3次不及格，现在要解约了。可是我们看到呢，监察院有个纠正文，里头有猫腻，推荐厂商是国防部，给国防部的是经济部，当时经济部部长就是顾立雄的太太王美花。那顾立雄有回应，他说这都是莫须有的一些指控，大家也在连连看。可是瓜田李下你都不用避嫌吗？何况这个创未来测试都不及格。那我们再看到呢，又有一些所谓的报道来了。中共对蓝白下指导棋，要干嘛呢？无人机条例这个对岸又来了，又来下指导棋了。所以呢，你看到像是在立法院这些立法委员就不断的举牌控诉在野党联手阻挡。可是其实我们在大白话讲得非常清楚，在野党是希望编在常规的预算，希望从严审查。好，那差勤系统，既然执政党讲说要防范阿共的各种渗透，那都不要用中国大陆制造的任何零件，这是常识吧？可是偏偏我们的海巡署用中国贴牌的产品在差勤系统，那海巡署被抓包了，就说没有啦，这个没有跟内网连线已经全数汰换了。真的是这样吗？干安内吗？像是解放军，当然我们要关注他现在的动向，美国也在盯着看嘛因为就在我们旁边。那这一篇报道叫《自由时报》，它的独家是说中共的海警加科研船好几个点，多点包围所以是十面埋伏。它里头巨细靡遗的描述中共的大型公务船东方红3号驶离厦门随即一路向东南方航行，然后跟中国的海警船编队同行这是灰色地带，海上执法的侵扰。问题是你点出问题了，我们的国军、我们的海巡有没有能力反制或者是怎么样来因应呢？而另外，中国军方它也晒出了东方导弹的实弹弹片实弹的弹片，精准命中爆出15米直径的深坑。专家就说，这样子的威力可能连航空母舰都扛不住
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像这样子的各种的这个影片的一个释出啊，那它的打击力是几十倍的这个弹药储备。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看到的现实状况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来，先请教李老师，李胜峰老师。很简单了，抗中就可以了。我们已经抗了10几年了，那么只是越抗越糟糕而已啊！哇，这个呢，无人机啊，是属于中共啊这个下指导棋要去挡，不对。站在中共立场，非常鼓励台湾穷台去搞无人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班门弄斧啊，我们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全世界最强无人机跟防无人机最厉害的不就是中共吗？所以中共怎么会去挡呢？我是中共，我一定鼓励赶快过，反正烧钱穷台，然后呢全部来埋葬，然后还偷偷摸摸买中共的零件，因为不然的话还不容易造起来。所以民进党情知错误，刚才主持人讲的最好，这叫天桥式的这个什么样的收书？现在我们谈论台湾的政治。不是天桥式收书吗？好，我们再看看呢，最好呢，大陆以前常有一句话说呢，一觉醒来回到这个什么解放前，现在一样，现在解严40年了，一觉醒来回到威权，你不觉得很顺吗？我提几个标准给各位看，什么叫威权？第一个就践踏国会尊严，国会是代表民意的地方。那个代表民意的会有被行政单位有被民进党的执政尊重吗？但你面底皮刷得到，阿摩头大，但你撸，但你乱，但你踹，不你是要安怎？恁别上大啦，这个不是威权是什么？第二个，民意有被尊重吗？刚选完的立法委员，然后就要被罢免，民意有被尊重吗？你想想看，仇龙泰，你有什么民意基础？你可以指指点点那一些民意选出来的县市首长，你凭什么？你有什么民意基础？你对立法委员那么样子的嚣张，这不是把民意不放在水里嘛？所以国会尊严被践踏，代表民意呢被否定，宪法规定变废话。我们的宪法要多少人才可以进行事先干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你是安怎？人不够照样是了，不你是要安怎啦？我上大，然后呢，依照宪法，行政院长必须附属，我不附属了，不你是要安怎？宪法的规定是废话，两岸同时一个中国，宪法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未经国民大会决不得变更之，那是废话嘛。所有的法律宪法在他的眼中这是什么样子？看人你刷牙，对的我就拿来，有利于我的就拿来用。不利于我的就放一边，包含今天这个呢，对陆配的这一个参选资格又定了，要怎么样子？要放弃这个除籍10年以上。好了，除什么籍？除户籍要除国籍，故意不讲清楚。除国籍他敢不敢？又不敢讲。除户籍那除户籍都可以选啊。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宪法法律只是废话。然后呢，司法呢被践踏。你觉得司法中立吗？办立跟办蓝有一样吗？大家都看太多了嘛。我们在节目里不晓得，真是竹环不及被宰呀，讲都讲不完啦。以上这些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标准的威权，所有的威权象征，台湾全部都拥有。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威权象征是什么培养出来的？透过2个手法，第一个手法叫做政治化的手法，反式政治化。你看我们今天吃的那个毒油、癌油吃了会致癌的油，到现在为止是从人民的角度在处理，或是政治化在处理。大半天，现在民进党没有一个人出来力挺我们要严办，那么花言东讲西讲。说都是在野党不对，怎么可以这样监督？都是地方政治不对，好像我们的中央政府是不存在的空气的政治化。然后呢，把一个司法名户的案件是司法案件或者个案，现在也可以上升到什么？在地协力者。那么已经协多久了？协1个礼拜了还协不出来，我们的办案能力真差都已经有怀疑了。然后要找那个指挥者，
哎，这样的国家交给你们了，我们才很担心呢。好，再过来呢，民粹化，在里面是只有情理，只有善情，没有道理。这一种民粹化跟政治化，就让他的威权存在的他们可以操纵的地方。所以真的是解严40年了，一觉醒来回到了威权了。最后呢，我们来讲恢宏供应链了。哎呀，主持人讲的太对了，利不就是恢宏吗？所以他用利有什么不对呢？人家早就要告诉你，我是恢宏供应链嘛。那么恢宏利就是恢宏，所以民进党正在执行利有，一切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是台湾人最悲惨的时候。来，赖老师你怎么看？尹锡悦推动戒严啊，所以他现在入狱了嘛啊。韩国做到了，但是台湾没有。当时也主张啊要推动戒严的民进党党主席不用负责任，还有民进党的这个国会的党团都不用负责任，这个事好像就没事一样发生，这对吗？不对的，这个就是威权。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刚刚选完举，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大胜，而民进党就赖账要全面的罢免这个国民党的所有的立法委员，这个违反老百姓的意愿，也违反老百姓的意志。那老百姓在行为中告诉你说，我们不接受你的做法，所以整个推翻了。所以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大胜。那有没有哪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还有推动的这个民进党的人负责任？没有，没有一个人负责任。国会通过的法案啊，这个行政院长不附属，不通过啊，赖清德也不签署。有没有人能够制裁他们？没有，他们视法于无物。那这个就叫威权。所有的事把法律当成垃圾，这个就叫做威权。一个只有40%人民的支持的，具有合法性但不具备有正当性的赖清德，他可以为所欲为，这个难道不叫威权吗？所以当他在指责这个所谓的境内外的威权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境内的最大的威权者。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会那么的生气，会那么的愤怒。也就是说，一个只有40%的，没有超过半数，广大的60%的台湾的民众并不支持他的总统有合法性，不具备有正当性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他可以这样子胡搞瞎搞，这个一般人都没办法接受。顾立雄认为监察院的调查指控不实，去告监察院。但是问题就在于监察院说是当时经济部所推荐的厂商，那这个是不是不实？我想顾立雄并没有说监察院说这个当时是经济部所推荐的厂商，那这个是事实吗？既然是事实，经济部的部长难道不用负责任吗？因为你是用经济部来推荐的厂商，而这个厂商3次检测不合格，难道这个是不实吗？这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为什么不用负责任？难道不用负政治责任，不用负道德责任，不用负你去检核厂商推荐这厂商不实的责任吗？不用吗？海巡署说，里面因为根据国家安全法，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排除中国大陆在内。你现在被检测到了，被检测到，你说全部替换，那这个损失你要不要负责？要不要赔偿？要不要还给老百姓的纳税钱？这个都是我们台湾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5月份刚刚过没多久，我们纳了那么多的税，那么多的钱，你就这样糟蹋了，谁负责任？谁都不用负责任，就这样糟蹋，对吗？不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老百姓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这就是威权嘛。我们你赖清德，你一直在讲威权，这个就是威权。麻烦你先检讨自己，反省自己，你的行政院长是不是威权？你自己是不是在搞威权？你的每个部门，包括顾立雄，是不是在搞威权？所有人都在搞威权，你今天有什么资格讲威权呢？是，聂老师。对，这个我们赖教授把这个威权已经彻底的这个形容了非常多，我基本上觉得非常威权了哈。但是我也要想用一句话来讲说，我们应该要将心比心，意味思考。你所谓的威权，讲的是39年前，
当时的时空背景跟现在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为什么呢？我们这样讲好了，在过去从1949年到1987年底，我们台湾是处于什么处境？当时一个两岸分离之后，当时有多少看不到的未来，多少的甚至间谍战的来去，你不用当时的戒严去让自己的国家能够稳定安全，你怎么走下去？我因此觉得你要易位思考，将心比心。本人聂彦中出生之后到1986、87年，非常的自由民主，感觉非常啊！你用我的心态就感觉到是自由民主的。第二，还强调那个时候还是道德法治，还不止自由民主。所以刚才我们讲说，赖清德提到了3个重点：威权39年前，台湾人民勇敢，还讲到自由法治。我就想问了，好，那从1987年到了1986到我因为1986年出了国，到了美国去读书回来，到了2016年，我觉得还是很自由民主。可是2016年到现在的10年内，我们讲吧，在这边连言论的自由，有时候讲话都会还蛮小心的，都不敢。比如我们挺中，觉得中国真的很强大，还不敢讲事实，甚至有一些坐在这之前的几个好友，你不觉得不管我们的蔡先生、郭先生，都会可能因为一件事情就可能被爬收，甚至有人被查水表。我必须说明，年轻人必须要了解，现在道德法治不要谈，光谈民主自由。台湾有真民主吗？现在言论有真自由吗？我觉得政体没有真民主，像刚才盛峰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到底的民粹啊！台湾在选举是非常民粹的，看不出来吗？大罢免什么都是民粹，请易位思考，将心比心。从我的角度看，我就是这样看的。第二，言论有自由吗？我们现在这边敢讲很多我们真心话吗？说不好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岸强大。我现在看到有一个人真的敢讲的，叫做馆长。我看他很多影片，他真的敢讲，他有言论自由，其实他会出问题的。因为台湾的言论看起来不太自由，我是担心他出问题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你先预告他。对，跟他讲太多，我是不敢，我想这样讲，我不敢嘛。他自己都有这样的，他自己有一点害怕。对，因为我言论怕被弄成不自由，因为我现在有国安法，你知道吗？还有等等的，我都不好多说。第二，我讲一下石板这个人，石板到底是什么人？不管他哪一国人，不管有没有这大陆护照，重点是他前几天讲出一句话，我有点 get shock。他说台湾人很奇怪，为什么明清的皇帝可以背那么熟？你知道？他说日本殖民台湾19个总督，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对，现在他变主角，台湾主流民意，他讲过，对，他讲的。那我再请问一下，请问现在角色他变正派角色，那我们都是负面角色吗？台湾最早还有很多人会支持我们的吧？怪，就这样，很奇怪。第二，最后我讲一个很快的东西啊。大陆讲这个精准射击不是今天，2020年8月26号，我犹记得那天我最清楚，青海先发射一个东风26。B， 然后呢，浙江在几分钟之后发射一个东风21D， 两个呢在南边一个漂浮的小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一时一地，完全精准射击，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对岸精准射击了。我还担心每次讲对岸军事强大，真的又怕言论担心不太自由，还会自我审查一下，对不对？是。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实是什么。美国现在呢，把第一岛链像是日本、韩国、台湾又要巩固起来，防堵中国大陆。可是，在很密集的一个所谓的频繁的军演出事了这是发生昨天一天之内有2架战机在日本紧急降落这是在14号发生的，是其中一架是日本的自卫队，你看到 F-15它在飞行的时候紧急降落那另外驻日的美军有一架是 F-18的大黄蜂，也在 Okinawa 紧急降落，所以你一直不断的频繁的在军演，可能这个事故就增加了那有必要这样吗？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世界还是有它运作的一个规则。11月的时候 APEC 的峰会在深圳进行，大家就在看了亚洲这2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跟日本，能不能够沟通起来呀因为高市早苗上任之后，这2国的沟通机制几乎完全失效。那现在呢，如果你不把安全的护栏给建立起来，那地区的安全保障万一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那怎么办呢？可是一般人还是悲观，认为不太可能这2个人会在 APEC， 也就在深圳见面很难促成，因为现在看起来没有这样的氛围嘛。那日本跟中国大陆的确现在关系进入冰点。中国的游客锐减了56%，日本上半年的外国观光客减少2%日本我们看到一些观光业者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收益紧急的下降非常多。那日本的企业，这些老板要赚钱呢，他们希望可以修补啦，所以他们就自己组成像是关西经济联合会啊，10月份他们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希望这1300家的会员，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避免或者是在这个外交的争端之外可以修补一点点关系，因为毕竟大家还是要顾生计嘛。可是呢，现在美国的态度也是怪怪的，因为大家知道9月份习近平会到美国去访问，那在此之前，是不是这个像中国违反贸易协议，华府都点晋升不敢讲这个报道是这样就是9月份川习会要登场，所以呢，美国内部担心如果在这个时候反击中国或太用力的话，可能让北京升级报复。所以呢，就暂时按下不表，都不讲话，都晋升。可是呢，这个美国的情报总监提名人这一位叫做杰伊克莱顿，他说中国是传统的对手，可是更要合作。他主张虽然要竞争，可是也要合作皮尤研究中心他经常做一些大型的调查。那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全球的好感度已经超过美国了，大家看这个曲线，过去全世界的一般人啦，对美国的好感度是高的，可是川普上来之后急剧的下滑，滑到近期最低点。那中国大陆在2023年的时候是低点，大家对他的好感度。那现在呢，到了大概是今年去年的年尾那个地方，黄金交叉所以中国大陆的好感度已经赢过美国了那当然，川普总统的作为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另外呢，商业界其实你要买哪一国的东西，哪一家的产品好，全世界的人民他就自由嘛，他就哪一家的产品如果好，他就卖得好。我们看到比亚迪作为一个电动车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品牌，它不断的在扩张它的一个版图。可是呢，他的副总裁就说没关系美国封锁我不靠你我也可以取代丰田成为全球的冠军的宝座，我可以拿下来。包括还有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前外长，他突然宣布他要到比亚迪去工作他说这是我最新的职务，我把国会议员的职务都给辞掉了，然后我加入这一家企业，因为他认为这是20年来全球企业发展最成功的典范之一。来，先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日本目前它的安全上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它原本它的宪法规定是非战宪法，所以它的武装力量是自我保卫。我们也看到了，在那段时间内，其实没有多少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不会把日本当成一个威胁源。可是当日本把中国大陆当成一个威胁国，也就是说，当他跑到这个菲律宾去用88式的导弹朝黄岩岛的方向去进行实弹的射击的时候，当他把12式的导弹瞄准上海，在鹿儿岛进行实弹射击的时候，日本就逼了中国大陆必须也要把导弹对准它了。日本自己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其实是他自己先制造敌人，然后再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来去吓他们的日本人，然后让他们的日本人增加防卫预算，所以他的防卫预算现在增加到2%的总 GDP 这么的多。那日本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日本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好，日本本身目前来讲政府的债台高筑，这个都是事实。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也就是自民党，却把更多的钱用在防卫预算。可是他要怎么样让人民、让国会通过这个防卫预算，他就知道敌人，就知道威胁源，就知道假想敌。其实这跟台湾一样，跟民进党的做法手法是一模一样。这两党之间其实是我们高度的怀疑啦，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交换各种经验我想这个是要等这个以后的他们愿不愿意解密。不过太多的类似处了。关西的经济联合会说他要到大陆去，18号出发，23号回来，然后他的目的是希望跟中国大陆沟通。可是我觉得他重点跟方向搞错了。为什么？因为今天中日关系产生这么恶劣、这么紧张的关系，其实就是来自于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其实简单讲就是说，我日本的自民党就是你台独的靠山。你去搞大陆，你去脱离独立，我帮你打我介入你，那是嘴巴讲而已。
那就造成了两边关系紧张。不要忘了，在去年 APEC 的时候，大陆的领导人是主动的是跟高市早苗有沟通的。也就是说，大陆不会不了解高市早苗这个军国主义者，不会不了解高市早苗这个每一年跑去靖国神社拜鬼的这个人，不会不了解。但是当他当选了自民党的总裁，当选了日本的首相的时候，其实大陆给他一个机会，就是我可以跟你沟通但是问题就在于高市早苗误判情势了，以为大陆示弱了，然后结果自己以为美国在搞两面手法，因为川普表面上看起来说，哎呀，我要跟中国大陆做好关系，大陆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实际上卢比奥干的都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卢比奥干的就是怎么样去遏制中国的发展，怎么样去弄中国。你看这次的南海声明也是美国在背后抽动14个国家来去联合声明对中国大陆叫板，这个就是美国搞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川普表面上说，哎呀，中国是我的好朋友，还在他的白宫的网站里面丢出他跟中国领导人见面的，他到北京访问的照片，他好像就是说，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问题是，你的卢比奥干的事都是他是我的敌人，我要遏制他的发展。那以大陆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们一个人在唱白脸，一个人在唱黑脸，你这套的东西没有用的，对大陆来讲没有用的，因为你要不就是你川普无能，你要不你就是纵容，你要不你就是受益他唱黑脸。那问题就在于，以川普来讲，他要证明的就是他不是无能的总统，他是最有威权的总统，而他的底下的干部，包括赫格塞斯，包括卢比奥，是凡事都奉这个川普之令来行事。那你想，当川普说中国是我的朋友，而卢比奥干的都是中国是我的敌人，那您觉得大陆怎么解读？当然解读就是你川普在搞阴的嘛，你搞两手策略。所以我觉得怎么会笨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国家领导人，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好，连他的这个情报总监都说了，大陆虽然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我们的合作更重要。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我们美国没有足够的实力跟中国大陆对抗了。你看看美国连155榴弹炮都做不出来了，美国的导弹也都说我不够用了，美国的防空导弹都说我不够用，才打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被封锁几十年的弱国都打成这样。一个中国大陆这么强大，您看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导弹试射都已经可以把美国的航母不知道打掉多少艘了。连赫格塞斯就说15枚中国的导弹可以把我的10个航母全部都击沉，而中国不止15枚啊。那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你美国敢跟他抗吗？不敢跟他抗，又装的要跟他抗，来欺骗台湾人。台湾人真的不要被骗了。尤其是在美伊战争之后，其实美国的实力某种程度被大家看到了一些样貌了。是，这个先讲2个小事的结论，再来说今天的推演啊。第一个呢，日本的经济一再出事，是因为要不断的起飞去因应中国大陆的经济来到基建呢，来到日本的这个内海等等。那日本出事了，台湾要小心，因为中国大陆别人没有量大管饱。所以它可以在上面不断的飞，不断的轮飞啊。那你就那几家要飞，辛苦大了。第二个呢，在 APEC 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个的席高会不会发生了，不会发生，除非在这之前，这个高市早苗改变了态度，或者不但席高会不发生，我今天还可以在这里预判，整个高市早苗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很孤单，因为这在中国大陆的主场，很多人日本去拉了要来干个什么，会不会有所顾忌啊？主场在哪里？在中国大陆。所以，那我们这样回来看，日本为什么要把今天走这样子？我最近比较用心的去研究日本跟一个我不太认识的波斯文明啊。那这个呢，日本跟我当年在负责中日国会议员外交的时候所了解的日本差太多了，不一样。那为什么呢？我现在发现，真的30年的时间改变了很多的事情。什么事？日本告诉你，整个亚洲的经济要发展要雁行理论。第一次雁是谁？是日本，后面才他跟着走。现在那个雁头还在吗？
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挫伤。第二个再来看呢，过去他是在亚洲是亚洲的领袖，东亚的领袖，他就是老大，是所有的东亚国家，包含中国在内，要学习要这个 copy 的对象。不管是经济，不管是制度，所以到日本去都觉得，哎呀，应该像这个国家，因为亚洲国家相同。所以现在呢，现在他再也不是整个亚洲国家学习的对象。亚洲国家的对象现在变成是谁？绝对不是日本，中国大陆所占的比例更高。第三个，你又来看看，当时整个亚洲国家的基建的建设，谁是最有力的建设者？日本呢？什么有熊建设啦、鹿儿岛建设，那都是他。现在呢？现在还有日本的戏吗？也没了。所以各位看看，从八国联军开始，所有的排开的7个白人，就来了一个黄种人日本。第一次世界在国联会议的时候，一群白人在决定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个黄种人叫日本，那多威风啊！啊，现在呢？现在的G7、G8有没有你日本已经不重要了，甚至只要有中国在G7都不算什么了。这个的改变，日本的挫折是很强的。这个很强里面，他发现一个他殖民的韩国现在强大了，一个呢他侵略的中国现在更壮大了。因此，只有一个他殖民的台湾，现在还尊重他为大哥。你体会了吧？是。所以这一个呢，看着这个小弟越看越可爱啊！哎呦，我在台湾，我在全亚洲就剩下一个小弟。这个小弟我怎么可以不爱呢？各位，当然还有很多时间的讨论，有机会。对，不再想想看。所以韩国他在亚洲现在只唯一一个最有发展，还有一个呢，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呢，摇来晃去的叫菲律宾，这是摇来晃去的嘛。所以在这个的情境里面，这一些的改变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日本假若失去了安全感之后，要走抗中的路线，它会很惨。要走跟中国共存的路线，它会有希望。过去它一个美国经济，安全靠美国，经济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世代。当美国撤退的时候，你不寻求跟中国的共存，跟亚洲的共存，那么你仍然希望拉美国来抗中，美国不是给你拉的，美国是用你的，你会很惨。现在我告诉你，日本的右翼不改变这一个恐惧的心理，你们会活在很困难的环境中。是，世界局势不断的在改变，现在是中国大陆跟日本的情况会越来越糟吗？我们现在还在看。好，会，我先讲一下，对，世界情势一直在改变。现在一个国际间对岸中国以及美国的友好感，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各位，这个研究机构啊，这个如果各位去了解一下，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一个叫 Fact Tank， 它叫真实坦克，它是一个独立中立啊，就是没有党派，它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一个 non-profit，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他呢想尽量政治报道，他去采访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各阶层人士，发现，怎么现在大家对中国的好感竟然46，而对，当然刚刚讲到可能川普赢输了，36这10%，这是很大的差距啊。所以这个可想而知啊。那我就不讲它的细节。好，我先讲一下刚刚讲到的日本的问题啊。日本，我先讲一下这个，因为刚刚讲到2个战机啊。坠落一个 F-15嘛，叫鹰式战机，那是1970年就开始的第4代战机，还有一个是 FA-18，那个大家都知道是舰载机，叫大黄蜂。我空军子弟，我从小军人长大，我们有非常多的哥哥们哈，邻居哥哥们穿着橘衣服，挂着相片在那边。你知道为什么？早期太多美国给你的旧飞机，在台东外海、花园外开一开就坠机了，所以哥哥不见，就只好放一个穿着橘色衣服放在那里，后面是一些云的影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很多的飞机啊，如果你不行，飞行员再优秀都没有用。我先讲，日本飞机会不断的出事，要用这个锁链把它拉下来。你不觉得从1970年开始，美国当时是一个世界兵工厂不久的年代，它是非常厉害的。现在美国很多东西都老旧，你开一个30-40年前的 Benz， 当时很威风。你现在开30年的 Benz 在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怎么看你？老 Coco 好 ，Anyway， 我现在讲的是说。我重点还在这些飞机都是美国飞机，美国飞机的后勤补给，其实你售飞机的时候，你的维护、你的服务要到位。现在你觉得川普现在 nowadays 现在他的情况，他现在自己都处境艰难，你觉得他自己连制造业都有问题，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大家可想而知。所以呢，就不多说了。好，第二个呢，我再讲一下。那大家都知道哈，比亚迪啊
比亚迪呢，这个汽车厂这个太厉害了，在几年之间呢，追过了，甚至这个特斯拉等成世界第一。过去在80年代的丰田啊，这个Camry 都很强，对不对？Honda 都很强。重点来了，比亚迪现在他说不需要美国市场，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底气、有立场，而且是有商业判断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做法哦。他为什么有底气？他号称没有美国市场，我可以拿到第一耶。当立场就是你美国，其实我每次输出，你说我们当品也好或怎么样，对我们是不公平、不合理嘛。所以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改变商模。美国市场我们就切掉，我跟你讲，靠中国的市场，还有他们可以走到的拉帮结派的一些其他友好国家，我觉得他就已经打遍天下了。是没有错。不过我们看到美国，他还是力图振作，在军力方面，现在赫格塞斯怎么说？他说我们有一个办法，把我们的战力给拼起来，什么意思啊？30岁以上的官兵哦，他每一年都会验你的睾固酮，然后如果你睾固酮低下的话，他就帮你做相关的治疗哦。这个是这个男性雄风哦，这个大家去 Google 一下就知道哦。赫格塞斯是说将为睾固酮不足的美军来做治疗，这是推动军队改革的最新举措，目标是要重塑部队的战士精神，发挥最佳作战表现哦。那当然，这个新闻一出来，大家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只是我们看事实好了，你的军工产业出大包，花了很多钱要增加扩建炮弹工厂，结果零产量。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是他花了一些钱嘛，就是要改造这个旧的这个生产的设备啊，用新版的所谓的炮弹的一个方式。可是后来呢，又回去旧的反正就是他们的规定啊，或者是决策很乱所以花了大钱，可是一颗炮弹都产不出来。那另外呢，为了要因应，包括一些关键的金属可能有短缺像是打仗啊，或者是如何，所以五角大厦现在把一些关键的金属，尤其是 F-35飞弹的生产链全面做体检，包括钛跟镁这2项的关键战略的金属，它在做一个盘点跟盘查。那如果少的话，就要把它补充起来。可是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美伊战争之后，美军它不管是在人力上、调度上，它的武力它的装备，其实都面临大考验。那现在呢，荷姆兹又在打5天激战。我们看到地狱火这是美军的2波空袭伊朗的地狱火，说是轰瘫了油轮您看到这个画面是美军这边释出来的，他锁定了一些油轮来打击锁定伊朗用来威胁自由通行荷姆兹海峡船只的军事能力。那像是这样子的炸伊朗不只是在海上。伊朗东北的陆路的一个命脉，它也去轰就是陆路大动脉东北伊朗东北。那它目的是什么？要切断伊朗跟中国的交通他说我可能会派出地面部队。川普他讲了这一句话那中国的军事专家是说，这一次的袭击目标是由南部沿海向北部的内陆转移，意图明显，就是要切断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伊朗之间赖以维系的跨境陆路贸易走廊，从而对伊朗实施彻底的经济孤立。那这个对伊朗鹰派这件事情，是川普自己的决定吗？还是背后有谁在献策呢？有媒体报道，这个人赫格塞斯他主张扩大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是在后面不断献策的一个重要的怂恿者。可是这个战火烧不停，是好事吗？专家是这样看，他说不看好川普，因为他有可能会陷入另外一场越战的泥淖到时候你想要抽腿、想要抽身都非常的困难。讲到赫姆兹现在有部分的商船说，我拒绝美军的引导，因为美国就说这个地方归我管所以你要过去都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听到这个独家的录音，有一个 crew 一个海员，他问美军说，到底是谁给你权力？我们来听听看。Transiting to or from an Iranian port. Turn around or be prepared to be boarded. If you do not comply with this blockade, we will use force. The wh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s ready to enforce compliance. Who gave you the right to block any ports? 好，来请教赖老师。这一段话其实凸显了美国的霸权因为赫尔木兹海峡是国际的海域，真的不是美国的伊朗跟阿曼要封锁赫尔木兹海峡，特别是伊朗，其实是被美国逼出来的。也就是说，
美国跟以色列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也违反了国际战争的所有的规则，他去侵略一个国家，不宣而战，连美国的国会都没有同意他这样做。美国的国会做事后的追认，但是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最新的法案，就是你如果要再发动战争，你要经过我同意。可是川普前段时间才刚刚又送一份通知给美国的国会，说我已经发动战争了。但是他通知送到美国的国会的时候是7月12号，而他什么时候发动战争？7月7号。那等于是完全藐视美国的国会到极致，而美国的国会对于他一无什么办法都没有，搞威权。这个就是赖清德所谓的境外威权，指的就是美国。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却不敢去指责这个川普搞境外威权，这不对的啊，不能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就是没有标准，那就没有人会理会你啊。我觉得一个领导人必须要单一标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美国现在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在哪里？它本身的军人的素质其实越来越低落了。为什么？因为您也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缺炮弹？155炮，就当初在拜登时代大量的支援这个乌克兰，因为155榴弹炮它是地面的使用的，由于消耗量太大，350万发就这样子消耗光了。前段时间因为跟韩国调了50万枚，结果您看到韩国给拜登去支持乌克兰战争的时候，那么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就把这个导弹的技术转移给朝鲜。朝鲜你看现在他对于韩国、对于日本等等相关国家的导弹技术，那它产生的威慑力就比以前更强了。这个都是领导人错误的决策造成的错误的结果。好，那美国去挑动这场跟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烧掉了这个炸掉了350万枚导弹，美国的仓库库房少了，美国的每个战区都紧张了。紧张了以后怎么办？要生产导弹，可是导弹生产不够，所以要新设一个兵工厂来生产这个导弹，拨了将近5亿给通用来制作。结果通用要制作的时候，你就按照通用的规则来做嘛。结果美国的军人又要下指导棋，说那你就为了节省经费，你用旧的工厂的设备来生产，用105的炮药来生产155炮，你不觉得很怪吗？所以一直调的结果就是调不出来，预算一直增加，调不出来，然后最后做不出他所要的规格的炸弹，2年了。本来预估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每个月要生产3万发，那么之后每个月要生产10万发，结果到现在1万发都生产不出来。2年过了，烧掉了5亿，结果1发都生产不出来。这个就是瞎指挥的结果嘛。那谁会瞎指挥？美国的军官给这个通用公司瞎指挥，那这个代表美国的军官的素质越来越低，而通用公司因为害于威权，然后又不敢表达意见，结果呢做不出导弹来。好，现在被你的纠正了，被你的纠正该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是 F-35现在它的雷达系统做不出来的，因为缺少稀土，做不出来，竟然用铅块来代替。观众朋友，您不觉得这都很荒唐？好，我们进上广告。美军为了要提升战力，现在要验睾固酮吗？来请教委员。那我想这个引起一定争议啦。第一个，从外力射进内分泌有没有对人体势必会产生影响？马上又引来了第二个讨论呢，这女性怎么办？是不是女性要检查荷尔蒙，要注射荷尔蒙？对。那么女性军官过了更年期之后，是不是要怎么样？这马上有嘛？那紧接着马上一个讨论又来了，到底是增加战力，或者是强暴案会增加？对，请各位想一想，这个总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草牌单子是所做的决定，这一点都不看出一个正常的一个国防部长去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我倒是想借这个机会刚好谈最近对波斯文明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研究，就来看看这一次的大概美国的美伊战争会有什么一个情况。这个呢，我在昨天之前我只有从地缘政治看美伊战争，在今天之后
我会加上了波斯历史来看美伊战争。为什么？因为哈梅尼这个被暗杀之后啊，殉教之后啊，他的儿子现在当革命领袖，他都不发言，也都躲起来。可是只有在做丧礼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声明。他的声明里面最令我紧张的是，他公开的表明我要进行的是复仇，我要进行的是复仇。那波斯文化的复仇是什么意思呢？从他的里面表达出来的，我简单用白话讲给各位听。第一个复仇叫这个复仇不是我对我父亲要执行，也不是哪一个官员要决定的，这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的历史责任。各位，这个就好像犹太人面对纳粹的时候的那个态度，追杀到最后一秒钟啊，追杀到最后一秒。第二个呢，他还讲了一个这个复仇里面，他还第二句话呢，这个里面他讲不让凶手安然的死在床上，所以他很怠慢，他要进行了一个长期化，这个非对称化、全球化、随时化、立即化，是，也就是说，这一个悲剧的发生里会产生，也因此会影响到美国想借助中国跟俄罗斯来协调这一次的谈判，会因为在这个复仇的概念下，是会有很大的难度。哇，埋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对仇恨的种是子。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聂老师。好，我想讲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我看过一个影片，在1940年底，罗斯福总统非常沉稳地告诉全国说，我们要做世界最强的兵工厂，要遍地开花，很稳。现在呢，川普呢，动不动在影片中呢挑衅他国，轻浮的语言，完全不守信用。你觉得会怎么样？过去那个影片让我看了以后，美国会走向强大，慢慢走向伟大。那现在呢，却陷入窘境，你不觉得吗？窘境百出吗？所以它窘态丛生，那我觉得它会走向衰败。我先讲一下，你花了130亿台币，结果呢，你去把旧的生产设备想把它改成新的来做新武器，你拿一个旧的 Benz 开的，甚至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哩哩啦啦了，你要去配套新的 AI 科技，除非你是一个名跑车全部翻新。否则你就会不合规格，它不是没产出，它变零产出，是不合规格，合规格的零，那你完了。五角大厦就必须盘点了，它盘点它的所有的飞弹，全面的看它的产能的这个所谓的体检，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它现在体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发现它很多刚刚讲到稀土你拿不到，还有钛、镁，强调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要结合什么东西？铝。我讲它是要把所有的战机那么重要，把它降轻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材料，所以呢，当中国后座关键材料还有稀土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你都做不出来。你看 F-35一个弹头需要410公斤的稀土，你怎么办呢？你会怕啊。所以现在 F-35它现在必须要盘点嘛，它要盘点它到底能不能生产。当你飞弹刚才讲零产出，它也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关键材料你做不下。